大家好啊，我是阿贝。有一些观众表示想看人类和新版本丧尸的对战，那么今天他来了。老规矩，先说规则：人类10人，丧尸62人，哪边阵营率先淘汰对方就获胜。新版本丧尸强的飞起，跑步极快，跳跃极高，能开载具，跌落不扣血，超级耐打等等。因为回放有 bug， 丧尸都穿上了背包，实际游戏并没有。一些丧尸正在房顶上不断跳跃，享受轻功跑酷的快乐。双方都是开载具，那我想这一定会是一场刷新我三观的战斗。既然不能用枪，那我们就得智取。有一支小队把军事基地的车全部收集过来，并将他们停放在桥上，打爆轮胎。很显然，不仅仅是要让军事基地的敌人无车可开，还要拦截他们通往安全区的道路。这一波操作我给10分。50分用来称赞他们把车都抢走了，50分用来称赞他们堵桥攻势做得很好，90分扣在情报上面。人类都在歪城，你们堵军事基地干嘛？和空气斗智斗勇吗？所以情报部门请务必要好好反省一下。迎面而来的车队是丧尸阵营，他们沿着公路一直开，找到载具就让队友下去开，这样1变2， 2变4， 4变8，丧尸阵营瞬间拥有了庞大的车队，这可高兴坏了。一名丧尸玩家开着摩托腾空旋转360度，潇洒落地。其他玩家一看，这我也行啊，直接翻车。这波操作问题有点大，驾驶员坚决不下车，可能是睡着了。不慌，这名摩托车玩家打算通过撞击让蹦蹦回位。第一次撞击失败，差点把自己赔了进去。第二次撞击依然失败，连续尝试多次后，其他丧尸玩家忍不住了，纷纷抡起拳头打车胎。显而易见，他们心态崩喽。这名骑着摩托的玩家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打算放弃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互相帮助，越是困难，我们越相互携手向前。最后一次撞击依然失败。驾驶员被系统甩下车辆，问题不大，上车再试一下。等等，你们两个干嘛抢我的车？兄弟，那车是我的。团队，我们是一个团队啊！仿佛良心过意不去，坐在乘客位的玩家下车了，意思是让你上车吧。抢走摩托的玩家却不管你37、21，直接开走。望着摩托离去的背影，这个玩家的心情很复杂，有点落寞，有点无助。丧尸阵营和人类阵营第一次相遇，丧尸开着2辆车在人类的车后面紧追不舍。突然一辆摩托出现，直接横撞上了人类的车。人类玩家怒了，我可是有枪的，一波突突突解决掉开摩托的丧尸，剩下的事情就是赶紧跑，等下丧尸越来越多就麻烦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类和丧尸加入到了战场当中。一名丧尸疯狂用自己的拳头捶载具，他的目标就是干掉这辆车和2名玩家，这是现代版的螳臂当车啊！人类玩家为了自救，直接将枪口塞进他嘴里，你要把他给灭。看得出来，丧尸如果只用拳头依然是劣势。丧尸阵营随即改变打法，用车队疯狂撞击敌人，不能停下来，一直撞击，人类也被搞晕了。本来车上开枪就困难，敌人还要一直移动，还要撞自己，丧尸还可以自动回血，落单后想反击很困难。怎么整？你们还想着反击啊？一个野蛮冲撞，将人类的载具撞个底朝天，其余丧尸玩家的载具陆续冲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被包围了。人类玩家见势不对，立马下车，没想到刚一下车，直接被撞倒在地。万万没想到，人类阵营也有这么一天。另外的人类玩家仓皇而逃，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其他载具上面，太猖狂了。阿贝作为丧尸阵营的一员，必须竭尽我所能干扰敌人。他的注意力全在身后的敌人了，完全没留意身旁的我。当他以为终于甩开所有敌人后，他惬意地靠在座椅上，打开一瓶肥宅快乐水。人类的快乐往往就是那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我虽然死了，但成功吓到了敌人。好的，我又变成了一名战地记者。为什么要说又？一名人类玩家召唤了装甲车，我天，这有点无赖啊！任凭我们丧尸阵营的车队怎么撞击，也撼动不了装甲车。无奈我们选择了3辆车前后左夹击，其余丧尸玩家围了上去，用拳头猛锤。可是问题就在于装甲车被拳头锤不扣耐久度，你这就很烦。车内的玩家没办法挡我们，外面的丧尸也拿他们没办法。互相对峙一段时间后，人类决定先撤，毕竟安全区也刷新了，子弹也不够了，开车先溜。开了很长一段路后，人类阵营转移到了核电站，并且派人进行殿后。一队丧尸追了过来，一个被用枪扫下，一个自己把载具撞爆了，有点凄凉啊。人类收集物资完毕后，开始抱团在一起，这对丧尸来说将会相当棘手。最终胜负究竟在谁的手上？
人类阵营取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丧尸的攻击手段比较单一，用拳头的话无异于找死，用载具撞击的话也拿人类没办法，跑再快跳再快也快不过子弹，拳头再大力你也锤不过子弹，所以丧尸的游戏体验还是比较糟糕的。除非是安全区很小，然后丧尸是人类的10倍以上，但有一说一啊，开车互相撞击的过程还是蛮快乐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喜欢别忘了点个赞、收藏支持一下，另外也别忘了关注阿贝，因为我的主页可能有您想要的东西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